新闻相对对，欢迎收看关键时报。今天习近平的防疫政策突然做了180度的大转变。大家非常好奇的是，本来在20大之前，你还讲说我要共同富裕，你没有那么在乎经济的发展，甚至你在等于说在谈到了风控的时候，你说这条路要踩到底。可没有想到，短短的不到1个礼拜之间，居然全部的放松了。你现在看到很多大白的衣服全部都丢在垃圾桶，现在很多小区风控的那些栅栏全部一个一个的拆掉。本来严密的风控，现在突然的放宽。因为看到了，在中国现在流传的一个帖子里面讲说，广东现在根本发不出钱来了，广东现在到处给欠条，也就是我没有办法发钱给你，发钱给你我就给你欠条。如果连广州的地方政府都没有钱，那就代表全国都没有钱。广州是全世界全中国缴税大户，如果广州缴不出税，那东北你就不会有钱去付你的年金。如果你没有钱去付你的年金，那中国一定大乱。而且更可怕的是，他说现在中国因为长期的风控清零，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出现了他们不工作、不学习、不经营、不消费，待在家里等清零，然后坐吃山空。而且从这些数字更可以看出来说，你不管说它的 PMI 指数、非制造业的商务指数、综合 PMI 指数，全部都是雪崩式的一个下滑。我们刚刚讲的，中国本来就已经面临到了一个中等收入的陷阱，而中等收入的陷阱，如果你跌到了某个不可反转点的话，你就再也回不了头。好，我们今天请到了面对台湾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资深媒体人王一德，大家好。好，第三位是时事评论李正浩，大家好。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黄伟汉，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第五位是战略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待会呢，美丽岛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好，所以施总，我们看到，习近平突然180度的转变，弄了一个新十条，新十条说，很多的风控啦，整个筛检啦，全部都放宽了。对，他想说，习近平怎么突然做这么大的转变？20大这时候，你不是还踩得很紧吗？对，有人讲说，你被白色革命吓到了，你被富士康那个工人革命吓到了，但是，今天出来的更可怕的数字是，地方真的没钱了。对，广东现在到处打欠条，广东都没有钱，就代表他全国没钱。而更可怕的是，我看到这个形容，中国人现在变成不工作、不学习、不经营、不消费了。宝姐，原本在20大的时候，那时候习近平说要人命为至上，所以清零绝对不会松手，就没想到最近就完全松手，而且没有任何准备。现在没有任何准备就松手了。现在国外都说，你可能这个冬天会死160万到200万人，有这么严重吗？你之前还说我最重视人命，现在完全不重视了。为什么完全不重视？宝姐，很多人就说他被白色革命吓到了，然后他之前的彭丽媛在泰国无照庆生，让中国民众很不爽啊，然后青年人失业率非常高啦，然后整个中国经济不好啦。但是我跟大家讲，事实上习近平看到一个更恐怖的事情，他把中国人清零清到什么？清到完全懒惰了。中国人完全懒了，中国人不是很勤奋的吗？对，为什么？因为被关在家里面，你看这形容的非常好。人们因为在一直不断的不工作，然后不学习、不经营、不消费，然后待在家里面等清零，所以这不就是坐吃山空吗？所以就是中国人呢，关久了之后，他们慢慢也变得狼性都完全消失，变得越来越懒了，全国躺平，大家不想工作。那不想工作的时候，宝姐，接下来这段时间正是中国要超越美国的最好时间。就你在这个时候，大家完全躺平在家等清零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完全可能会完全失速往下坠。这是习近平看到糟糕，我再封下去的话，我梦中想要超越美国的梦想完全会破灭掉。好，施总曾强调说，中国其实现在面临一个中等收入陷阱。是的，如果他可以突破这个陷阱往上飞，对，他真的可以跟美国比肩而行。是的，可是他如果上不去，对，他跌下来，他会陷入长期衰退。没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目前为止，中国的人均 GDP 是1万。照过去的这个经验来说，1万你会停滞非常久的时间。如果你能冲过去，就永远冲过去；冲不过去，你反而还会倒退路。那现在中国有点倒退路的感觉。你看这是什么？这是 PMI 指数。PMI 指数就是采购经理人。如果我们只要看它是在50以上还是在50以下就好。你可以看这4个图里面，你可以看到大部分都已经跌落到50以下、50以下、50以下、50以下，甚至整体来说都是50以下。所以告诉你，中国的非制造业、制造业、服务业全部都在50以下。那告诉你什么？中国现在是经济全面，所有的火车头全部熄火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讲，他不是很多店铺关掉了，对，很多餐厅关掉了，很多商城关掉了，对，你还感觉不到说那个到底多恐怖。对，如果按照这个非制造业的 PMI 指数
它已经掉到45.1了。所以所有制造业、非制造业，还有包括说服务业，全部都是完全熄火。好，那尤其是对中国来讲的话，现在整个内需火车头里面的房地产出了很大问题。宝杰，你知道出到多大的问题吗？连许家印最近都传出他跳楼了。许家印的跳楼是真的还假的？宝杰，这有人说是真的，有人说是假的。但目前为止来说，应该是真的有跳楼这件事情，只是说他跳的楼层不是从很高往下坠，是这样子的这个几个楼层而已的一个情形。他跳楼是真的，但他寻死是假的。对，那为什么会跳楼这件事呢？主要是12月2号的时候，当时呢，突然之间，广州的这个越秀公安在官方微博就抛出了许家印3个字。大家都觉得奇怪，公安干嘛提出？那广州越秀公安抛出许家印，那许家印这3个字，大家想说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公安会抛出许家印这个名字呢？那当时就有人说，听说当时好像公安的有人的集体跑到恒大的总部，不知道干什么，然后他们还拿了这个疑似是什么？你说恒大出事了，对，公安冲进去，对，那还说疑似有人说拿了这个防跳垫到那个地方去铺在地上面去，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后来没多久，就网络上就有人说，许家印跳楼啦。那他说到底许家印真的跳楼还是假的跳楼？后来就说不是他跳，他是怎样？他是被债主逼急的。传言当天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呢，跟债主在开会，在开会的过程里面，开会的过程里面，债主一直逼他说：“你钱要还我，钱要还我。”就他被一直逼急了之后，他就没想。他说：“你不要逼我，你逼我要跳下去。”对，那跳下去就真的跳下去。对，可他跳下去的楼层只有2层楼，而在跳下去2层楼的时候，他的员工已经把垫子准备好了。你说他准备要往下跳，你再来我就要往下跳。就没想到当时他的秘书赶快 call 给公安，公安就赶快来了之后，他可能疑似看到公安准备好，就往下跳的一个状况，想要减轻大家对他的这个压力。好，就没想到，但他被逼跳楼是真的。对，他据说是很急，他最近都被迫要卖掉恒大汽车，你就让他真的压力非常大。好了，不只是这样，压力非常大。后来他们官方还 po 一个文件，就说没有，我们许家印马上还在主持这个会议，但是有人就说，对，他上半身可能好好，下半身搞不好他腿已经断掉了一个状况嘛，所以他是不敢站起来。对，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整个许家印来说，或是对恒大，就告诉你，中国的房地产真的出了非常大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对习近平来讲，那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今天也讲了 ，iPhone 郑州厂富士康的外环管控已经拿掉了，对，就代表这个外环管控对富士康、对整个中国、对苹果造成多大压力？是因为刚刚讲的，今天《华尔街日报》已经讲了，现在库克已经做了决定了。是，现在本来郑州富士康，它等于说在整个85%以上的高阶 iPhone 是由郑州厂做的，是的，下面我要宣布移出去，对，移出去到什么程度？40%到45%，对，要交给印度了。对，为什么这样说呢？宝杰，那这一次的这个对中国来说最伤的就是 iPhone 之城，恐怕完全的你未来代工了不可能完全独享。那过去一段时间呢，苹果的这个高阶的 iPhone， 譬如说这一次的 iPhone 14 Pro 跟 Pro Max， 全部都在中国组装，但是经过这一次，那最近全球股市不在反弹吗？对，美国也有2家公司，它只要跟中国关联很深，都很惨。一家叫做苹果公司，一家叫做特斯拉。特斯拉最近短期还要创了这近期的新低。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宝杰，你在看这个状况，这状况就是因为你看，这是这个苹果等待的这个时间。你看这个比较浅的，就是发布的时候。那这样现在比较绿色，就是发布了第10周。你看到每一个东西呢？你看13已经等待时间都大幅减少，可你看14 Pro， 它等待时间还往上升，14 Pro Max 等待时间差不多，也就是说它缺货很久，它缺货。那为什么缺货？就是受到因为你风控的影响，导致我整个销售不出来，就库克很生气。库克就这样好了，以前我就真的完全给你，他现在有2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富士康已经享受不到独家，我未来会给立讯，还会给和硕2个。另外一个，他要求富士康，你也给我搬出去，搬去印度了。所以现在富士康也被迫要搬出去。所以以前说你要去搬去印度是嘴巴讲讲，对，现在是真的逼他要走了。中国肝胆呼吸到这种微妙的气氛，为什么？宝杰，就在他们发生这个所谓的公园的时候，你有注意到哦？中国当时的这个党报，他发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消息。你看，这是中国党报叫《人民日报》，他在11月20号他就说什么？这个苹果公司的生产期，他还称赞富士康的这个郑州厂。郑州厂当时在发生公运哦，他居然这样子这个说，他带动150万的人就业，他居然还这样说，他说富士康绝对不能够出去啊。所以他当时这样讲，
所以他显然他也知道说，经过这一次的状况之后，富士康可能真的会离开中国。这么严重？对，好，那我们就讲，除了富士康之外，我们讲连珠江三角洲这一带也是一样。珠江三角洲这一带，最近为止来说，很多工人不断的裁员的这个状况。你看，我们如果到处去网络上搜查，你看，这是关于中管的这个库珀电子，他就宣布说啊，我们停产了，停产了。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所谓捷银精密的五金，他也说决定要停产。所以在广东啊，各处都出现所谓的停产的一个状况的出现。好，那刚刚讲到的。现在让中国最紧张的是，你连广东、广州都说，我现在没有钱了。对，现在广东跟广州这些地方政府居然是不是讲，我现在没有钱给你，对，我打条子给你，我用欠条。那你说，如果连广州都欠钱，对，那还得了？对，广东可以看出整个中国的经济的荣枯。那广东这一省来说，它2021年的产值是12.4兆人民币，超越韩国，所以它等于是一个省。抵过一个韩国，一个广东比韩国还多。就没想到，你知道事实上出现什么状况？我们昨天讲到，广东目前为止来说，很多各地的政府呢，他缴不出钱，他要这个东凑西凑啊，跟人家这个借啊，跟银行借款一大堆，要付他们地方的这个财政支出不说，你看广东还负责一个非常重要，他们有一个统筹调剂资金，这是什么统筹调剂资金？就是我们有很多养老金。养老金来说，你看广东是收最多，它一年可以收5788亿，然后它上缴885亿，就是上缴到中央去的。就没有这个部分，今年为止来说，恐怕没办法缴出去，缴不出去了。那缴不出去会有什么状况呢？那就少800多亿耶。对，那缴不出去有什么状况呢？因为通常过去中国的养老基金是这样，它的缴基金的大省是这3省。广东、江苏还有北京是3大省，就3大省今年都完全封控关系，缴不出去，缴不出去会导致什么？明年恐怕中国的养老金很多省会发不出来，因为年金发不出，对，因为他们是统筹进去之后用政府来分配，就不像现在发不出来。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因为广东的经济出问题之后，整个类似我们的统筹的这个分配的话出了问题，会让整个中国的养老金会发不出来一个状况。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习近平在这一次的封控，他真的被封到怕了。他也知道他的经济出问题的时候，他现在做了非常多，不论是国外或是国内的非常多的让步行为。这样。刚才讲到中国，大家讲说，我这个风控180多大转弯，真的还玩假的？导播，我现在开的画片，你现在的 QR code， 刚刚讲，你现在没有什么红码、黄码，你现在没有什么围篱，现在真的到处都把这个 QR code 都把围篱给拆掉了。对，中国现在是无码，为什么呢？因为要赶快解除风控嘛。所以你看，再不解除，明月要炸锅嘛。所以现在以前大白负责捅鼻子，现在这解放军啊，这个武警干嘛？赶快啊，拆围篱啊，然后把这 QR code 尽量全部把它拆掉，这栅栏都拆了。对，这个是这个阻挡中国经济起飞的栅栏，赶快把人家拆掉嘛。所以各地都在拆哦，这 QR code 也都拿掉了。对，这 QR code 看了就讨厌，以后不要扫了，不扫 QR code。之前风控严重到连去上厕所都要扫 QR code 嘛，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东西不行。然后呢，湖北的公路啊，你看湖北公路连夜拆栅栏啊，这是说拆就拆，这真是3班制，你给我在明天上班前给我拆干净。我们整个湖北的高速公路呢，一定要通畅，路只要通畅，经济就流通。第3个是很夸张，我特别跟他讲新疆的部分。这个新疆是这样子，因为我有看个 YouTuber 在新疆有那个旅游，新疆是被锁到不行，你不要看人家是边缘呐，对。可是新疆现在整个解封了，然后这个驾驶很有趣。驾驶开车开到懵了，就说：“我可以过去吗？可以过吗？”他说：“可以啊。”还不敢过。对，然后交警说：“可以啊。”他说：“那我想去哪都可以吗？想去哪就去哪，想去哪就去哪。”等一下，因为公安也在拆这些围篱，也在拆这些栅栏，就经过这个所谓的检查哨的时候，他还不敢过去，对，还问一下我可以过吗？不用捅鼻子吗？真的可以过吗？想去哪就去哪。所以你看，我现在这个新疆真的，我之前讲。新疆是一封3个月的耶，对啊，伊犁听说一封3个月哦，而且不止伊犁封3个月，它周遭那种很多小村庄也都就地隔离了，就现在新疆人都懵了，原来现在想去哪就去哪，真的，而且呢，另外大白的那个防护衣啊没有用，还讲说天山南北都是你的路，都是你的路，你什么时候天山南北是你的路了？对，真的是以前天山南北都不能去嘛，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大白这个防护衣，这防护衣以前多珍贵啊，现在随手丢。不用防护衣了嘛，对不对？现在都解封了啊，也不需要大白，没有捅鼻子啊，所以你看这防护衣到处丢，对，所以说这些都不重要。可问题是，宝杰哥你刚刚说了，对，忽然的解封一定会有大问题发生嘛，对不对？我们知道确诊人数会飙增，对，他们也知道啊。你知道武汉医院现在全部挤满感冒发烧，这是武汉医院的画面。
因为是这样，因为欧米孔这种病毒其实传染真的很快。对，你如果之前强把它压住，或许还 OK。可如果呢忽然解封，一定确诊很多嘛。所以你看，这是整个武汉医院挤满的人，而且不是只有武汉哦，你看四川也是排队发烧看医生啊。这个画面是四川医院，你看外面全部都是排队发烧去看医生的人。然后呢，很多民众也担心自己确诊都在干嘛？囤药。所以你看这药局门口，竟然满满都是外送车啊！什么意思？因为像这种外送不是只外送食物哦，你可以 order 说，比如外送就要去帮我买个发胶，帮我买个指甲剪，可以买个退烧药。哎，这些人全部都是药局去抢退烧药的，然后外送到家里。然后呢，整个中国大家都以之前嘛，中国现在担心会有大爆发，所以大家开始抢药了。对，那之前不是上海炫富是炫这个米呀、菜，对不对？现在你看在家里炫什么炫？我有一大袋发烧药。你看这个中国人，他就特别泼上去说，你看我为了这个，我什么胶囊都有。对，什么胶囊都有，我在炫富，我发烧退烧药很多。那整个中国到底疫情会是怎么样呢？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其实有特别去访问非常多的防疫专家，他的数学很简单。中国大概有14亿人左右，那目前他们评估着1-2%的中国人有确诊过。那这个呢，一旦造成大流行，少说也7、8成人要确诊，对不对？你看哦，14亿的人口的8成是多少人？是11亿，对不对？你如果重症率是1%的话，就是你1100万人重症呢，1100万人重症，但是重症不见得会往生嘛。中国想过了，任何的大问题除以14亿都是小问题，可是任何的小问题乘上14亿，那都是大问题了，都是大问题。所以中国现在一解封，可能真的会有大问题发生。而且很大的担心的是，你很多的防疫数字根本都是假的。对，它的防疫数字到底是真还是假，不知道。我跟大家报告，有一个这个公司哦，这个公司呢叫做深圳核酸，这个深圳核子，这个深圳核子很有趣哦，他的老板叫做张珊珊，传说啊，但他要否认我讲，传说。他的爷爷是中国的开国元帅，负责核弹研发的，所以他是官2代、官3代。他有否认，我先不谈。可是现在被人家发现哦，这个深圳核子哦，只要他开公司之后1个月，那个地方疫情就爆发。比如说他在山西10月份成立山西核子，11月山西沦陷，9月在合肥注册，10月合肥就沦陷，宁夏25号才注册。21号注册前就开始做核酸生意，简单讲，他做哪里就去做生意。可是重点是他现在被发现有一大堆核酸检测都乱做，假的，根本没有做错。他说是这个人员key 错，可是实物上发现很多假的，根本没有做。也就是我有帮你筛检，可是我后面根本没有做检测，检测贵啊，而且甚至被发现，比如像兰州和他兰州申请哦，2022年8月8号成立，注册资本额1000万人民币，实缴资本额多少钱？0元。空壳公司啊，可他吃整个兰州的皮下，所以乱象非常多。瑞德是你在中国有一些台商朋友，真的有这么紧张吗？对，没错。那么我的台商朋友还有家人呢，他们最近都打电话，台商朋友本来是要等到明年1月过年前回来嘛，对，现在有些都要想尽办法赶快回来了啊，因为现在机票很贵，过年前机票你绝对想象不到，来回这样子7万多，你知道吗？那现在为什么要提早回来？因为最近呢，那么在包括重庆啦、北京啦、上海啦很多地方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家很害怕。为什么？因为发烧药被抢光了，发烧门诊挤满了人。然后呢，中共已经下令了，就是你发烧门诊一定要给我接。对。然后现在呢，就算是阳性的，你也要给我接。可问题是不可能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量能就是那么大。对。那么今天有报道说，事实上他们的重症病床只有6万嘛，6万个重症病床嘛。刚刚中国卫健委宣布，不是，我们有13万8千床。可问题是13万8千床比起你14亿人口还是不够啊。那个是沧海是一粟啊。那他现在用什么办法呢？他现在把方舱医院，因为方舱医院现在没有这个强迫在里面了嘛，因为方舱医院都接到本来苏山区那边的人都直接广播说，你们可以选择留下来还是走，那大家都走光了，所以现在变蚊子馆。他现在把全中国所有的方舱医院全部改成2级医院，也就是中共已经嗅到，卫健委已经嗅到，再来中重症的人非常的多。你知道他们今天不是连老胡锡进都说不要再报那个假的了吧？就报假的，不如干脆不要报嘛。人家说老胡造反，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样造反吗？因为很简单，那你知道我们台湾每天都死亡人数都还有20-30人，对不对？我们已经死亡了13000多人，830几万人确诊。可是老共的死亡人数，你知道昨天是多少人吗？多少人？0，你相信吗？
我跟你讲 ，Omicron 哦，虽然那个 Omicron 的 BA.5 对不对哦？那么它确实症状像这个重感冒一样啊，确实死亡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即便台湾我们的医疗品质跟医疗相关的健保水准比这个中国大很多，因为他们人多地大物博嘛，人多嘛。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每天还10几10个人呐，你怎么可能是0呢？所以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你们造假，数字假的，对，你们数字是假的啊，假了以后，那为什么胡锡进那么紧张说？胡锡进说他不要再报这个假数字了，他每天做200个虎地醒针，因为他预料自己1个月之内会确诊，因为他旁边人都确诊了。那你知道北京现在不是解封了吗？北京现在解封，结果北京人发现一件事，他们现在叫外卖或是这个快递很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快递跟外卖一半的人确诊了，你知道吗？那一半的人确诊了，那为什么他们的数字是会这样？因为中共现在下令说你是这个症状很轻微的啦，还是怎么样？你先快筛阳性了以后呢，那么你再去 PCR， 然后呢确认了以后呢，家里关7天，对不对？很多人为了怕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干脆不报了。大家都不报的情况之下，黑数越来越多，然后像滚雪球一样滚出去。这个就是为什么台商现在人人自危啊，在整个中国大陆真的是人心惶惶、忧心忡忡啊。好，体会，刚看到画面我有点吓一跳，以前中共到处都是 QR code， 你只要刷了一 QR code， 你是红码，你还是黄码，你还是绿码，你到底能不能上车？你还是要赶快回家，你还是要被集中管理。甚至刚刚讲那个大白多凶，大白凶到随时冲到你家把人给抓起来，还有到处都是隔离，到处每个小区外面都是栅栏，真的一夕之间全部拿掉了。中共说拿就拿了，这非常符合习近平的个性哦。习近平个性就是2个极端，要么就是非常严格，要么就是非常松散。双子座的，对，双子座的，他个性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大家好多都是双子座的，大家都知道，因为郑浩世聪就是双子座，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哦，就是说。朱立伦也是双子座的，朱立伦也是双子座，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现在来讲，他陷入一个父子骑驴的这种窘境啊。为什么？他不放也不行，放了，基本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现在北京也传出大规模的在染疫的一个状态哦。那到底是北京传出大规模染疫？对，那染疫是一回事，死亡率又是一回事。但是看起来死亡率好像还好，因为他们在准备要放松之前呢，其实都已经开始有一些宣传了。他说，现在这个 Omicron 已经这个毒性已经变低了，比较弱，对，开始已经在讲这些事情。但是就是说，因为中国大陆他们习惯3年躺平啦，3年躺平，你这些突然间叫他们再活络起来的时候，还是要给他们一段时间。等下，现在按照广州那个帖子，真的讲，现在中国人不工作、不学习、不经营、不消费，然后大家躺平，是真的吗？是真的，因为你现在准备要再上工，再恢复到原本的岗位上去的时候，发现工厂不见了。工厂外移了，外资都不见了啊？为什么？因为这外资不可能给你等3年了，可以等2年、等3年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很多外资都移到东南亚、移到印度去。那你工厂，如果你工人要回去的话，要上班，结果工厂不见了怎么办呢？所以呢，在接下来他们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今年的过年怎么过嘛？因为没有年终奖金，然后这个工作机会也没有，也变少了。那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接下来的经济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啊！因为这时候呢，习近平他旁边的人，还有他自己本身也不是懂经济的啊，懂经济的也都离开啦。那现在来讲的话，怎么办呢？所以现在这个习近平其实他开始想尽办法，他到处游走不是吗？到沙特阿拉伯，到很多其他国家，其实都是希望各国再回到中国来跟他投资，来跟他合作。这其实就是习近平现在在做的事情啊。今天欧盟有一个数字，它现在出口到了美国增加的数字高达40%。现在欧盟已经在美国这边，代表你已经在外界被欧洲、被美国联合给排斥，你只能找沙特阿拉伯。可你找沙特阿拉伯有什么用呢？对，所以他现在确保是他原物料。但是问题是，他出口这一方来讲的话，以及它的内部来讲，外资逃离的情况之下，因为外资大部分都是在转出口的，所以像台商过去都是跟这个中国大陆还有美国是3角贸易的关系哦。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说，既然外资都不见了，它内需又跟不上来，然后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又习惯躺平的情况之下，那你突然间这个整个松绑之后，整个要恢复到原本的一个经济龙井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哦。所以习近平现在是一个头2个大，所以我们才说他真的是父子骑驴。现在来讲的话，风控也不是，不风控也不是，现在搞得这个中国这个人心惶惶，也不知道接下一步怎么办。好，另外就是现在在俄乌战场上面，刚刚讲到，昨天不是提到一个无人机，竟然打到边界700多公里，离边界600多公里是莫斯科。如果我可以打到700多公里，我就可以打到莫斯科。所以普丁就讲，你不要再打我哦，你如果敢进来的话，我为了防卫，我会打核弹哦。
看起来乌克兰没有在放手的。对，乌克兰越打越凶，打到什么？打到莫斯科西北部一个购物中心都发生大爆炸了。没错，你目前为止来说，俄罗斯境内出现非常多诡异的现象。宝杰，你昨天讲到，在莫斯科附近距离200-300公里的这个空军基地，2个基地遭受到攻击之外，这今天发生最新的，这在莫斯科西北部一个非常大型的购物中心，你看居然发生这样的大爆炸。那大爆炸的时候，哇，现场这个火势相当猛烈，人家就说，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爆炸？你仔细来看，你觉得这是里面内部出现的爆炸吗？不是吧？很多人认为说，你会不会是攻击啊？被攻击，被什么炸弹攻击？购物中心被攻击了，这个火势是相当大，怎么会这样子这么大？里面也没有什么很巨大、很具这种所谓杀伤力的东西啊，那为什么会炸成这个样子呢？它有爆炸的感觉，马上一直砰砰砰这样子不断的爆炸。那当地很多民众呢，真的是人心惶惶，大家完全逃离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对俄罗斯来说的话，民心造成，你看这当场你看爆炸这么大的规模，你会觉得说这是正常的。不是，而且刚好前2天才是机场爆炸，而是2个机场爆炸，是的，而且是你很多军机都被炸了。对，你不觉得而且是离莫斯科越来越近？你看原本距离300-400，现在就直接在莫斯科的西北部。所以你要事实上，现在整个俄罗斯的国境都已经受到可能会被乌克兰攻击的这个状况。那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又很故意，他就说，我们要提供你大概乌克兰的新一批价值2.75亿的这个军费。那这是包括说无人机，还有加强你的防空系统。那甚至还有所谓的海马式准备还要再多给你。所以你就说他现在呢，已经可能呢多给你一些攻击的武器，除了防御之外，多给你攻击的武器，随时呢可能在怎么样？除了前线的这个作战之外，你还可以到后方去攻击俄罗斯的补给线。而且这2天，泽伦斯基去了顿巴斯。对。顿巴斯现在被形容是一个绞肉机，没错，现在的绞肉机在什么地方？在巴赫穆特这个地方。好，我们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个地方那么重要。第一个，它现在为止来说这是之前被乌克兰已经重新拿回来。那这个地方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呢，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前的这个两边的这个顿巴斯跟这个卢甘斯克这个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层次。也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不是从2014年这个乌克兰军方就跟这个巴东的反抗军在打吗？对，就打在这个地方，就是巴赫穆特。他们现在又打回来这个地方，所以双方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变成绞肉机？你再打进去的话，他们当初的防卫是相当坚实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尝试想把它拿回来，对，所以双方就在这边完全的僵持。所以他现在就说是绞肉机，绞肉机是怎样呢？他说其实在这个地方，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是一样，尸体堆积非常多，而且他说俄罗斯每一个小时都发起这个不断的攻击，他就想要拿下这个巴赫穆特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说这是一个绞肉机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是巴赫穆特随时的画面，对，都是烟雾弥漫。抱歉，那现在形容什么？形容巴赫穆特这个地方已经被炸到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全部都被炸，因为地无三立平。因为他这个1-2个月之来，我们都觉得好像这个俄乌战场上面没有很激烈，现在最激烈就在这个地方，巴赫穆特这个地方，就是你攻过来，然后我防守，然后你又拿下，我再打进去，现在整个这个地方完全被炸到几乎完全不成人形。所以说这无时无刻都在轰炸当中。对，真的，为什么这样说？你看，这是网络上分享的，这是在一个巴赫穆特一个平原上面，平原上面来说，你看到处都是弹孔。为什么到处都是弹孔？现在被人家说什么？被人家说是你现在俄罗斯在对付这个巴赫穆特的时候，他就完全都在丢这个白磷弹。白磷弹，你看整个白磷弹丢下去之后，你看火烧连环这个画面是丢在巴赫穆特上面的。对，那看整个地上就出现一片火海，这样也不断燃烧的这个情形。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就是巴赫穆特的有人进去，终于没有在打仗。你看继续拍了。没有一栋房子是完整的，大家全部都被炸到，而且那炸到完全都是好像经历过大火烧过的样子。这就真的形容那个十室九空的样子。对，而且你看很像都是被烧过，然后被炸过、烧过的这个状况。那甚至你看现在双方当然在这个地方互相的集结，乌克兰的军队也集结到这边来，你看。乌克兰军队集结到这边，然后俄罗斯军队也集结在这边。但是因为现在的天气相当冷，所以他前几天的时候呢，这个你看泽伦斯基就马上跑到这个地方来。他在军人节，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人节的时候，他跑到这个地方，希望说，我们继续的这个坚持下去，准备要打。那你知道打到什么程度呢？现在有个传言说克里姆林宫里面说，普丁也可能要去哦。所以那事实上你看，这个就是怎样？他已经到前线去，他也可能到前线去，所以
他们去的地方都在乌东，对，所以显见都是巴赫穆特前沿，现在战争的中心就是在巴赫穆特这个地方，双方绝对都要拿下。那甚至现在打到什么程度呢？打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呢，他就还是用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无人机攻击之后呢，然后把你炸出来之后，我再用飞弹去锁定你。他们现在还是用这样去在猎杀。我刚才讲，我先炸了以后你跑出来，跑出来以后这些俄罗斯的军人我就一个一个猎杀。对，那目前为止还是用这样的战法，不论白天晚上都这样炸。那你知道俄罗斯怎么炸？他们用苏25，也就是说他们事实上现在没有防空权，没有这个制空权，但是他就飞进国境之内，然后丢了这个炸弹，马上就跑，因为他很怕会被打下来。所以呢，事实上现在双方在乌东战场上面真的打到你死我活。如果在这个地方如果能分出胜负，不论是俄罗斯能够攻下巴赫穆特，还是乌克兰守住，这个对战局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